大家好，比特币在暴跌，最近市场是很恐慌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兴奋了？巨金最近是在贪婪，或者是等了有3个月，早上10万美金左右。反正新的资金我是再买了一点现货，用来补币本位的资金费率。不过在做多，昨天群上面也是给了一笔短线，但是只有鱼股没有鱼肉。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有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现货合约各交易一笔，没有金额限制，可以在 Discord 圈上面联系我们，帮你拉进交易圈。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因为最近很多粉丝家人非常关心目前比特币的时间周期。那2年之前、3年之前，在这一个 20K 到 15K 的底部，利用这一个比特币产量减半，也就是这一条橙色的虚线。当时是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知道比特币是在2024年的4月份这个位置会产量减半，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2020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以及2016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位置产量减半，比特币总会提前518天的时间见底，而且在这518天的时间之内，反正比特币不管多少价格，就要应该去 all in 这个比特币。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就是你从产量减半的时间拉到当时这个15K 的底部，它518天就是它的底部。所以我们把时间拉到2020年的这个位置，同样也是518天，减半之前的518天就是它的底部，包括2015年也是同样。减半之前的518天这一根 K 线的低点200美金就是比特币的底部。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7月份产量减半之后，同样也是这个时间518天就是它的顶部。然后以及2020年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同样也是518天，2021年69000就是比特币的顶部。那自比特币2024年4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之前是有计划过，产量减半之后时间如果518天，大约是在2025年的10月份，现在时间已经是过了。有些朋友最近是担心比特币是否要进入熊市，但是自机构或者是美国介入比特币以后，感觉现在比特币上涨的走势不像以前哦，就是这个时间有可能被机构给打乱掉。因为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5月份产量减半之后，后面的这种抛物线上涨，目前都还没有看到，以及2016年的7月份产量减半之后，后面的这种抛物线上涨也都没有看到，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有可能机构不想让比特币或者是像这种抛物线上涨拉得过门的情况下，一路上来的那一些利润，现在有可能我的观点是全部都是在清洗或者是不坚定的筹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因为我们参考比特币前面几波，比如说从这一个10.7万美金跌到这个 75K 的低点，大约8万美金左右，它这一个恐慌与贪婪指数历史的经验，如果数值来到20附近啊，就是这个20附近，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底部。以及可以看一下这个灰色的线75000左右，后面跌到这个5万美金，同样也是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它同样也是数值在20附近，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或者是阶段的底部。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比特币从高点下来，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现在是22。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链上的数据，11月4号，或者是我们看一下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是买了3600多枚，然后11月3号这2天距今的钱包地址是每天都是3000多枚的数量在买入。相反的，我们看一下持有1枚以下的散户钱包地址，连续2天都是在卖出。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散户是在恐慌，反而大的资金他们是在贪婪？不过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这一个 Vegas 指标，前几天有提到这个位置，我也不确定要防比特币如果重心真的再下去。那我们看一下前面有跟大家聊过一个时间，以往的历史经验，比如说在
2024年的3月份这个75000的高点见高以后，后面下一次这个维加斯指标黄金交叉的位置去计算时间，200天后面比特币才会上涨。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的10月份，当时这个位置144通道再一次黄金交叉576，那如果从这个高点到后面这个再一次黄金交叉，时间也是接近200天。所以目前的位置，如果我们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那现在又是10万交叉。那如果时间真的要拖到2026年，或者是从这个高点计算200天，有没有可能一个时间，就是前几天有提到的，会不会在2026年的2月份，比特币才会不会开始爆发抛物线的上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那比特币短期这个低点是跌到前面2025年6月份的这个位置的低点，短期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天一直在防的比特币，万一重心再下移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低，这个低点比前面的2个低点继续破位，低点更低，但是下方的 KD 指标也是有一点背离，或者是 MACD 指标这个柱状已经是有明显的背离当然如果撑不住的情况下，也有些朋友在讲$88,000，也就是当时的这个盘整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上一次提到以太坊大约是在这一个盘整区低点的位置，没想到这个高点，然后现在价格它不光是把这个支撑跌破，昨天是把这个低点也给跌破，但是短线我们看一下它也是低点更低，然后指标开始背离， MACD 指标已经是感觉有3重背离也不排除以太坊这个位置会不会撑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早上现在也是有一个下灯线那不难观察一下，也就是之前在2025年6月份的这个低点，会不会是狗狗币很重要的支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